欢迎来到新闻频道，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肖战选剧内幕曝光，如何凭眼光冲击白玉兰视帝？肖战提名白玉兰视帝，被曝选剧标准，他这几年到底在悄悄下什么棋？最近几天，娱乐圈里最热的一个词，估计就是白玉兰视帝提名名单了。名单一出，很多人眼睛立马就盯在一个名字上——肖战。更有意思的是，有所谓知情人跳出来爆料，说肖战这些年选剧有一套自己的硬标准，就是眼光够准，路子够稳，主流市场已经在向他点头。这一下子把两个话题给拧在了一块，一个是他配不配得上白玉兰视帝提名，另一个是他这几年到底是怎么挑活的。先从大家最关心的事说起。白玉兰奖是国内电视剧三大奖之一，跟飞天奖、金鹰奖齐名，走的就是专业路线。入围男主角提名的名单里，一排过去都是狠角色，胡歌、于和伟、郭京飞、白宇，再加上肖战，光看这阵容，含金量就摆在那。有粉丝统计了一下，在社交平台相关话题的阅读量，短短几天就冲到了好几亿次。评论区里最常见的是入围本身就是实力的证明，他配得上。这种情绪其实挺微妙的，一半是自豪，一半是松了一口气。好像这几年悄悄攒的劲儿，终于有人看见了。很多人好奇的是，肖战从流量顶峰一路走到正剧演员这个位置，中间到底捋顺了什么路？这时候那个知情人爆料的内容就突然变得有点意思了。那位爆料者大意是这么说的：肖战现在接戏有一套很明确的标准，他会主动避开纯靠颜值、无脑宠溺的偶像剧，更偏向有现实意义、贴近时代主题，能被主流审美和主流价值认可的作品。简单点讲，就是往正剧大盘里扎。这种说法未必就100%准确，但拿他的作品表一对照，会发现还真有点对上号。就拿很多观众现在还会2刷、3刷的《王牌部队》来说，这部戏播出的时候，平台公布的数据是全网播放量破几十亿，豆瓣开分就不低。肖战在里面演的是成长线非常长的顾一野，从一腔热血的新兵一路走到有担当、有责任的军官。我记得当时看播出花絮，导演聊到选演员的时候，说得很直接，大意是这个角色不能太油，也不能太飘的，能让人信。顾一野刚出场那股青涩劲，到后面眼神里的沉稳，跨度摆在那里，你演不好就很容易露怯。有意思的是，很多非粉丝的观众也是从这部戏开始对他的看法慢慢转变的，从偶像剧演员到可以扛得住正剧的那种认可，仅是大家这2年经常挂在嘴边的《梦中的那片海》。这部年代剧当时在一线卫视黄金档播出，收视数据挺亮眼。有媒体按照全国网和城市网的统计做了个对比，最高峰值一度冲到当天同时段前列。这个时候你就能看出选剧标准这5个字到底意味着什么。剧情以70年代的北京为背景，一群年轻人一起成长，一起追梦。肖战演的肖春生，从一开始有点倔，有点轴，到后面经历了家庭、事业各种变化，人整个沉淀下来。这种角色很考验细节、眼神、语气，甚至走路的步子，稍微用力过猛就会让人出戏。我当时看了几集，有个印象很深的片段，是他在雨夜站在街头，情绪崩溃，但是又要硬扛着，那种想哭又要咬牙撑住的状态，挺打动人的。有网友做过一个不完全统计，在该剧播出期间，相关热搜和话题阅读量加起来破了100亿次，讨论度可见一斑。更关键的是，专业评论里对这部剧的整体评价偏正向，有不少文章点名提到肖战。
说她在表演节奏和情绪层次上肉眼可见的成熟了。换句话说，从数据上主流观众买账，从评价上业内也开始认真的把她当演员肖战来谈。这个时候再来看所谓她在正剧大市场里取得了不俗的成绩，就不只是粉丝自夸，而是有数字、有评价、有口碑支撑的。到这一步，很多人就会问，那她过去那些更偏流量的作品算什么？是不是以后就不碰了？其实从流传出来的一些采访片段里可以看出来，她对自己的规划挺清楚的。有人问她会不会担心粉丝接受不了你老演这种严肃题材，她的回答含义大概是角色本身有意思、有挑战，能带给大家不一样的感受，就值得去尝试。从《陈情令》之后，她一度站在流量浪尖，那时候如果只想快钱快热度，完全可以一直接那种甜到齁的偶像剧，安安稳稳的在舒适区里待着。结果他后面接的戏《王牌部队》梦中的那片海这种，一个比一个难啃。光从路线来，他是在主动给自己拆台阶，不靠老路吃老本。这时候再看那位知情人说的，他倾向于正剧主流市场，而且已经获得了主流市场的认可，这就是他这些年沉下来的结果。这个逻辑放到时间线里一对，明显不是空穴来风。再说到主流认可这个词，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奖项。白玉兰奖的评审机制，业内一直挺看重。公开资料显示，评审团由导演、编剧、制片人、学者等多方组成。更看重的是作品整体完成度和角色塑造的深度，流量数据不算主要参考项。这次肖战的名字出现在最佳男主角提名名单里，和他同场竞技的胡歌、于和伟、郭京飞、白宇都是公认的戏骨型选手。有一点必须说清楚，能跟这一批人放在同一个名单里，就已经说明他在专业层面有资格被放在同一个天平上衡量。这种有资格挺打脸以前那种他只是个流量脸的刻板印象。现在线上还能看到不少路人评论说没看过他以前的作品，但在某部剧里第一次看到，觉得挺稳的，不喜欢追星。但不得不说他在某个角色里的表现超出预期等等。对一个演员来说，让不追星的观众也愿意说一句挺不错，这比数据更难得。关于配得上3个字，粉丝和路人、专业人士的尺度是不一样的。粉丝觉得他配，是看见了他一路走来的起伏和努力；路人觉得他配，往往是因为这部戏我认可这个角色，我不出戏。行业认可，则要看作品在奖项体系里的位置。从公开报道来，肖战过去几年已经拿下了不少奖项，有平台类、媒体类，甚至一些带年度戏剧人物属性的荣誉。这些奖的含金量有高有低，但在我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那些跟电视剧表演年度演员挂钩的奖，他们像一个个小台阶，把它从单一维度的流量标签一点点往演员这个身份上引。有意思的是，粉丝这边的态度也在悄悄变化。以前大家更习惯刷数据、拼热度，现在更多人说的是我们只要专注自家，不给他增加压力就行，让他安心拍戏。这话听着挺朴素，但背后是粉丝心态的成熟。从我要证明你是最红的，变成我希望你走得更稳更长久。在这一点上，我个人还挺有感触的。很多演员卡在一个阶段出不来，不是因为演不好，而是周围的环境一直在鼓励他重复已经成功过的套路。肖战的选择，某种程度上是在和这种惯性对着干，这点放在整个行业环境里算是挺难得的。当然，任何奖项的结果都有不确定性，白玉兰竞争这么激烈，最后花落谁家，谁都不敢提前打包票。
但有一点已经确定，就算这次他只是停在提名这一站，这个提名本身也会成为他演员履历里非常重要的一行。更有意思的是，这种被看见很可能会影响他以后接戏的空间。行业是很现实的，专业奖项的认可会让更多制作方放心把复杂、难度高的角色交到他手里。到那个时候，他的选剧标准就不再只是我想演什么，而是我有更多可以选的好角色。这中间的微妙变化，等过2年回头再估计会更加明显。再往前看一眼他已经官宣或者赚的比较多的项目，《沧海传》、《德贤景致》这些名字，已经让很多人提前把期待值拉得很高。一个偏传奇，一个更偏现实题材，类型不同，但都有一个共通点，不是躺着演就行的轻松活。这又一次印证了那个说法，他在有意识地把自己的路线往更宽、更深的方向推。对观众来说，其实最简单的衡量标准就是每一部新戏出来，你还能不能看到一个不一样的他？不是换个发型、换套造型那么简单，而是那种这个人一开口，我就相信他是这个角色本身的感觉。肖战这几年在这条路上走得不算快，但你会发现他每往前迈一步，踩的都比较实。说到这，很多人会问，那他到底配不配得上白玉兰视帝这4个字？如果从是否已经达到封神级别的标准来苛刻要求，那对任何一个演员都未免太狠。可如果把标准放在有没有在提名名单里出现的资格，那我觉得他这几年交出的作品、角色、口碑，加上这次被提名本身，已经给出了一个相对清晰的答案。他配得上被看见，也配得上被认真的讨论。至于最后那座奖杯落在谁手里，有时候未必是最重要的事。对一个仍在上升期的演员来说，更关键的是当你站到一个更高的平台，被更多专业目光打量的那一刻，你有没有足够的作品、足够的角色支撑你站得住？从这点来说，这次白玉兰视帝提名对肖战既是肯定，也是提醒。对他的观众和粉丝来说，也许最应该做的事，其实反而很简单：继续用作品说话，继续用时间检验，不用急着把所有终点都赶在今天。戏还在演，路还很长，他的每一个选择，迟早都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给出自己的答案。